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慢诗慢语的北欧特别篇。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呢，可能会知道之前我受北欧3国旅游局的邀请呢，去那边有一个旅行。那么他们为我定制了一个算是吃货专属的行程吧，就是一直有去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，想要回来教给大家做。像是在丹麦哥本哈根就有参加一个像是烘焙课程一样的行程，就是有一个专做北欧烘焙的当地的烘焙老师。我到他那里去，我们一起待了大半天的时间吧，然后一共做出了5到6种面包，其中呢就有这个最具特色的丹麦酥皮面包。现在就来开始做丹麦酥皮面包了。首先看一下原料，需要高筋面粉、牛奶、黄油、鸡蛋、蜂蜜、盐和速溶酵母。首先呢，把除了黄油之外所有的原料混合成面团，就直接在厨师机中倒入面粉、鸡蛋、牛奶、蜂蜜、盐和酵母，注意盐和酵母不要互相接触，拿钩子稍微的搅和一下，然后装在机器上，用低速来揉面。你需要大概揉5分钟，用手工揉也是差不多的时间。面团不需要揉到出筋，只需要让它光滑柔软，不粘手就可以了。揉好的面呢，用手摸一下，感觉它不粘手了，就转移出来，把它团成一个球。包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去冷藏，需要冷藏大概半个小时。现在这块黄油我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把它包在一张烘焙纸中，用擀面杖来敲打它。这样均匀的横向纵向的敲，把它敲扁。等它变成扁平的一块之后呢，再把这个烘焙纸仔细的折好，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信封形状。继续的来敲打黄油，这个时候它已经有点变软了，就可以拿擀面杖来擀它，把它往4个角擀，让黄油变成一个非常整齐的长方形的厚片。用手摸一下，感觉哪里不平整的，再用擀面杖擀一下。现在这个黄油片厚大概5毫米，我还用尺量了一下它的长宽，是18乘以23公分。现在这个面团已经醒了半个小时了，从冰箱拿出来，放在撒了干粉的案板上，按扁，撒上少许面粉防粘，用擀面杖这样均匀的把它压扁，再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。这个长方形面片的较短的那一边呢，要和黄油较长的那一边同等长度，也就是宽23公分，然后它的长度是这个黄油片宽度的3/2，也就是27公分。现在就把黄油片放在面片上，这样多出来1/3的面片往中间折，再把剩下的这1/3连着黄油一起折上去，让它形成一个3折的形状。你可以用手稍微拉扯一下面片，要彻底的包住黄油。用擀面杖把它均匀的压扁。转90度，然后尽量均匀的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。然后再一次的3折。现在面团已经经过了2次3折了，黄油应该已经开始变软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要继续的动它，
包上保鲜膜放回冰箱去，让它冷藏15分钟，这样让面团有时间松弛，也让黄油能够变得硬一些。15分钟之后再拿出来，用擀面杖这样均匀的把它压扁，然后纵向擀成一个长方形面片。然后就是重复之前的折叠的动作，也是这样3折。现在要再一次包上保鲜膜，放回冰箱去，继续冷藏15分钟。拿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次折叠了，也是转90度，均匀的压扁，擀成长方形。然后最后一次3折，这样呢，这个面团经过了4次的折叠。现在呢，在一个盘子里撒上干粉，面团放进去，盖上保鲜膜，再放回冰箱去，进行最后一次的冷藏松弛。这一次呢，你需要最少30分钟，最长不要超过12个小时都可以。在等待的时候，我们来做一个杏仁糕内馅儿。你需要软化的黄油、杏仁粉和糖粉。首先把黄油室温软化之后呢，用蛋抽直接给它稍微打发一下。倒入糖粉，混合均匀。换成刮刀，再把杏仁粉倒进去，搅拌均匀，形成一个膏状。这个就是一会儿要用到的杏仁内馅儿。现在这个面团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冷藏松弛，把它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，稍微的压扁，再拿擀面杖均匀的把它擀开。因为我的擀面杖不够长，所以要先把它切成2半，取其中的一半放在撒了干粉的案板上，再继续的来擀它，要把它擀成一个比较薄的长方形的面片，大概5到8毫米厚。接着呢，再用这个披萨刀把它割成小正方形，我一共切成了8个小的正方形。在一块小正方形面片上放上1小勺的杏仁膏，再把4个角往中间窝起来，按在一起，这样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面包的形状。或者呢，还有一个选择是把这个正方形面片的4个角都稍微的切一刀，但是不要切到底。中间也是放入1小团杏仁内馅儿，再把这4个切出来的角按照同样的方向折到中间去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风车的形状。或者如果你有这种边角料呢，也可以在上面抹上一层杏仁膏，然后2个边角料叠在一起，再扭一下，这也是一个面包的形状。整形好的面包要放在一个铺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盖上保鲜膜，在旁边等面醒发，在20到25度之间的室温里头来发比较合适。在这个温度下呢，大概发2个小时，等这个面有一点蓬起来就可以了。现在预热烤箱，如果你有热风功能就是180摄氏度，没有的话就是200度。现在你再用手指在中间按压，让它形成一个小窝，再回来在这个面包表面均匀的刷一层蛋液，然后在中间的小窝里头放上1小勺果酱，我放的是香橙果酱。香橙果酱的做法我会在旁边放上链接，你可以换成草莓酱或是任何其他你喜欢的果酱。然后把面包放进预热好的烤箱之中，热风180度烤15分钟。看到表面变成金黄色就可以了。最后还可以撒上少许的杏仁片装饰一下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丹麦酥皮面包。这种丹麦面包呢，有很多很花俏的做法，你可以在表面装饰上糖浆啊，或者是各种杏仁片啊之类的。
然后好的酥皮面包呢，你在掰开它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，就是会有一个酥皮破裂的那种声音。然后你咬一口的时候呢，外面是酥脆的，里头应该是非常柔软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就先到这里吧。下周还是2次更新，周3漫达小馆，周4还是慢食慢语的北欧特别篇。那么咱们下周3、周4再见，拜拜。